各位，今天這支影片，台灣的小吃多到可以讓人迷失方向，但偏偏每個地方都說我們這個才是正宗的。結果遊客來一趟台灣，肚子沒變大，只有困惑變大。等一下看到你最愛的那個小吃被我講中，你不要生氣，記得訂閱加點讚。好了，開胃菜講完，直接開吃。第10名，基隆廟口甜不辣。基隆廟口的甜不辣也叫天婦羅，就是那種你第一次看到名字會以為被詐騙的食物，不甜不辣，結果叫甜不辣。對，新手都會這樣問。老基隆人聽到只會懶得解釋，因為吃一口比解釋100句還有效。它的魔力不是浮誇的味道，而是低調到讓你以為沒味道，結果越吃越上癮的那種。醬料稀得像清水，但奇怪哦，就是會讓你一口接一口。店家根本沒想討好你，但你還是會乖乖吃到見底。甜不辣本體軟中帶彈，吃起來像那種看似好欺負，其實脾氣很硬的角色。加上獨門醬料，甜鹹剛好，完全是你以為只是路過，結果人家直接把你綁住的那種陷阱。基隆人常說甜不辣沒有很特別，但離開基隆就會想它。聽起來有點中二，但吃過你就懂。第9名，淡水阿給。淡水阿給這個名字，第一次聽到通常會讓人以為是某個大哥的外號，結果走到攤位一看，誒，怎麼是一坨豆皮？沒錯，阿給不是人，是一道把豆皮塞到懷疑人生的料理。它的結構非常簡單粗暴，豆皮裡塞滿冬粉，再用魚漿封口，像在做食物版的密封工程。外觀看起來平平無奇，甚至有點像沒睡飽的豆腐，但只要筷子一切開，冬粉會像逃獄一樣往外衝，讓不熟悉的人下巴差點掉地上。重點來了，醬沒有那一勺甜辣醬，阿給就只是冬粉的牢房，加上那一勺，直接升級成淡水的精神象徵。甜辣比例抓得剛剛好，有點像淡水海風，溫柔，但有在提醒你，這裡不是隨便玩玩的。外地人吃阿給，通常是先困惑後上癮，淡水人吃阿給，完全是日常生活。他們會告訴你，阿給就是要早上吃，下午吃，散步的時候吃，天氣好的時候吃，天氣爛也吃。你以為他們誇張，結果真的就是這樣。第8名，新竹貢丸。來到新竹，第一件事不是看風，不是看科學園區，而是看看你的牙齒到底值不值得信任。貢丸就是新竹給外地人的第一份口腔考驗。新竹貢丸的名聲你一定聽過， Q 到過分，彈到離譜，那種咬下去的瞬間會讓你懷疑是不是誤吃橡膠。但別擔心，真正厲害的貢丸不是硬，是彈性像在跟你談判。咬一下它回彈一下，完全不給你隨便呼嚕2口就吞下去的機會。這顆看似普通的肉球會被做到這種程度，原因超新竹，當地人說是新竹風造成的，風吹的肉漿更緊實更結實，連靈魂都打磨過。這理由聽起來當然不科學，但你吃一顆就会覺得好像又有點道理。真正懂吃的人不會只講貢丸湯，新竹在地人會告訴你，貢丸要吃原味才知道是不是貨真價實，沒有花俏調味，沒有辣醬陪跑，就是丟進嘴裡讓你自己判斷。這種自信只有貢丸這種求界霸主才敢玩。最扯的是，新竹貢丸在各地複製難度非常高，別的城市做起來不是太軟，就是太沒彈性，最後都會被拿去煮火鍋充人數。新竹貢丸則是那種你明明只點2顆，吃完卻會想帶一整袋回家。第7名，宜蘭滷味。宜蘭滷味的厲害之處不在誇張，不在辣到衝天，而是那種我不吵我不搶，但你最後一定選我的穩扎穩打。它不像台北那種醬汁暴擊，也不像高雄那種口味開到最大聲。宜蘭走的是佛系滷味路線，香的內斂，味道溫柔，卻越吃越粘人。先講它最神奇的地方，冷的熱的
都一樣好吃，這點很狠。一般滷味冷掉通常會變成考驗友情的等級，但宜蘭滷味冷了反而更入味，像那種你越不理他，他越顯得成熟的個性。大陸滷味通通靠邊站，香料也不是那種一口下去就跟你說我來了的高調，而是慢慢爬上來，爬到你舌頭上，再爬進你大腦的那種溫柔控制。吃着吃着會突然安靜下來，不是感動，是開始思考，為什麼一盤普普通通的滷味可以讓我暫停人生？在地人挑滷味有一套儀式，先看顏色，不能太深，再聞味道，香但不能嗆，最後用眼神跟老闆溝通。那個海帶今天狀態好不好？宜蘭人點滷味的態度比選另一半還認真，不論是豆乾、米血、海帶還是豬耳朵，每一樣都像經過什麼耐心訓練，不急不躁，滷到每個細節都在剛剛好的位置上。第6名，台中太陽餅。台中太陽餅這種東西看似無害，甜得要命，吃起來又像在拆地雷。你第一次拿在手上會以為只是普通酥皮點心，結果輕輕一咬，啪，一整個宇宙的碎屑開始往你身上掉。太陽餅沒有要讓你優雅，它要的只是你認命。外皮酥到像在下雪，層層疊疊，好像台中人專門在跟地心引力作對。內餡甜得很誠實，沒有隱藏，也沒有含蓄，是那種一口幸福，2口懷疑人生，3口繼續吃的甜度。台中的人對太陽餅的感情比外地人想象的深得多，他們講的神聖。太陽餅不是點心，是鄉愁，聽起來很浪漫，但外地遊客通常的反應是，鄉愁也太甜了吧。真正懂的人會告訴你，太陽餅不是拿來狼吞虎咽的，是要小口一點一點的吃，讓那股奶香、麥芽甜慢慢散開。只是你如果真的慢慢吃，桌面會變成考古現場。很多人覺得太陽餅容易膩，是事實，但更大的事實是，膩歸膩，你還是會再拿下一塊。這就是太陽餅的性格，溫柔但執着，甜蜜卻固執到你受不了它，也離不開它。第5名，嘉義雞肉飯。嘉義雞肉飯看起來真的一點都不兇，就是白飯、雞肉絲，淋點雞油，簡單的像早八的教科書。但你只要吃一口就會明白，嘉義人根本在用溫柔綁架外地人。先講雞油，嘉義雞肉飯的精魂不是雞肉，是那一勺雞油，熱騰騰一淋，米飯直接變成香氣擴散器，你鼻子會先跪，舌頭隨後跟着屈服。那味道不像一般油香，是有點輕又有點厚，像是專門設計來騙你多吃2碗的陷阱。再來是雞肉絲，不要以為隨便撕一撕就叫做雞肉絲，嘉義的切法是有派別的，有人堅持細絲入味，有人堅持後絲有口感，但不管哪一派都有同一條默契，不能柴，吃起來必須是軟嫩帶微汁，讓你嘴巴一閉上就自動點頭。嘉義人吃雞肉飯的方法也很生活化，早餐可以吃，午餐可以吃，宵夜也可以吃，甚至有在地人說，難過的時候雞肉飯比朋友可靠。聽起來有點好笑，但你吃過就知道為什麼。第4名，彰化肉圓。彰化肉圓是那種端上桌你會先愣2秒的食物，透明 Q 到發亮，像水晶球一樣擺在那邊。你第一眼可能會想，這是要吃的還是要攻的？但筷子一夾，你就知道這東西不是來觀賞的，是來統治味蕾的。先講外皮，那層皮 Q 成這樣不是普通的 Q， 是那種你以為夾得住，其實它在反抗你的級別，有彈性，有嚼勁，還帶點黏，吃起來像在咬一塊脾氣超好的彈簧床。
而且彰化人很驕傲，因為這口感外地真的做不出來。但肉圓的狠招不在外皮，是裡面那顆豬肉、香菇和油蔥混出來的靈魂內餡。不用大塊肉，不用浮誇調味，靠的是那種樸實卻剛剛好的香氣比例。你咬下去的瞬間，味道直接從嘴巴一路衝到鼻腔，那種滿足感根本是強制升級。再來重點中的重點，醬。彰化肉圓分成2派，一派是清蒸派，走溫柔路線；另一派是油炸派，走外表脆到你懷疑人生的路線。不論哪一派，醬都是靈魂壓軸，甜中帶鹹，鹹中帶香，一淋下去就是一句話：吃我！外地人第一次吃肉圓有2種反應，一種是被 Q 感嚇到，一邊嚼一邊說這什麼東西啦；另一種是吃到一半突然沉默，因為味道開始在嘴巴裡開會，等到你吃完抬頭，會發現自己已經不笑了，不是嚴肅，是在回味。第3名，台南擔仔麵。台南擔仔麵真正的實力是第一口溫柔，第2口就讓你繳械投降。台南食物最出名的就是甜，但擔仔麵不是亂甜，是一種你嘴上嫌太甜，筷子卻不准停的甜。先講湯頭，擔仔麵最經典的是那碗明明很清卻超有存在感的湯，蝦頭熬出來的香氣輕輕一飄，你還沒喝就知道，好，這碗有料，喝下去不會爆胃，也不會鹹到嚇人，是那種喝完會微微點頭，像老人家說不錯的吻。再來是肉燥，這個肉燥不是隨便澆的，是台南人認真調教過的，肥瘦比例剛好，香氣濃郁卻不搶戲，一勺下去，整碗麵瞬間升級成台南代表隊。吃的時候你會發現，麵體、湯頭、肉燥3個人默契比很多情侶還好。擔仔麵還有一個狠招，分量小，看似貼心，其實完全陰險。你吃一碗不會飽，只會剛剛好再吃一碗。台南老店就是靠這種策略讓你點到手軟。外地人第一次吃通常都說怎麼這麼小碗，第2次卻自己說再來一碗啦。吃擔仔麵還有一個很台南的文化，不趕時間。台南人本來就慢條，這碗麵更是告訴你別急，甜的、香的、鮮的等你慢慢懂。你要趕時間，擔仔麵根本懶得理你。第2名，台北蔥抓餅。台北蔥抓餅是那種你原本沒打算吃，但路過攤位，你的鼻子已經背叛你的食物。煎台一響，啪啪啪，油香噴出來的瞬間，你錢包基本上已經被判罪成立。先講它最迷人的地方是香氣。蔥抓餅不用靠賣相，不用靠宣傳，只靠那股又蔥又油又香到刺客等級的味道，讓整條街的人自動回頭。那不是普通香，你站遠一點也會被拖過去的吸引力。再來是口感，蔥抓餅的外皮酥到像在講垃圾話，一壓就裂，一咬就脆，裡面卻軟軟的，層次分明，吃起來像在咬一份手工制的空氣，而且絕對不是那種片面一層，是層層堆疊，有點反重力的層次感。然後重點來了，加料。蔥抓餅加蛋很基本，加起司就開始不講武德。加玉米你可能會疑惑人生，但奇怪哦，加什麼都能對味，這就是它的可怕。它不是萬用餅，是萬用背景音樂，加誰都喝。台北人對蔥抓餅的感情很直白，肚子餓吃，心情差吃，下雨天吃，懶得煮也吃。它已經不是小吃，是一種維生模式。更狠的是，即便你正在減肥，你也只會說算了啦，一片而已嘛，吃飽才有力減肥。然後1片變2片，2片變3片，體脂率直接被宣判死刑。第1名，高雄鹽水雞。高雄鹽水雞厲害的點
就在於它完全不炒、不辣、不浮誇，卻能把你吃到乖乖點頭，像是被溫柔綁架。這道小吃的攻擊方式就是安靜，越安靜，殺傷力越大。先從外觀講起，鹽水雞看起來超普通，不像炸雞那樣噴油，也不像滷味那樣顏色深到像要考試，它就是清清淡淡的擺在那邊，一副我沒在搶你注意，你自己會來的態度。這種自信很高雄。然後進入關鍵調味，鹽水雞的靈魂不在雞本身，是那一把隨便看似隨便，其實超細膩的調味，蒜頭、鹽、胡椒、香油，每家比例都不一樣。而高雄人的驕傲就在這裡，你走10公尺，鹽水雞的味道就會換一次派別，有的蒜味爆到像在打你，有的清爽到以為自己在吃沙拉，有的香油香到懷疑是不是整瓶倒進去。但奇怪的是，不管哪一派，你都會越吃越順，越順越停不下來。還有，你有沒有發現，鹽水雞超陰險，看起來清爽、低油、不炸、不膩，你會以為是健康食品，結果吃着吃着，你突然發現自己點了雞胸、雞腿、豆乾、海帶、玉米筍、小黃瓜，整袋撐到要爆。這就是它的陷阱，假裝健康，本質邪惡。在地人更誇張，有人早餐吃鹽水雞，宵夜也吃鹽水雞，根本把它當補品。時間晚不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嘴巴現在想吃什麼，鹽水雞永遠能配合。台灣小吃不是一種料理，是一種你以為隨便吃，結果吃到懷念的生活方式。從基隆甜不辣到高雄鹽水雞，每一道都背着自己的故事，也背着遊客的胃口。你不一定要全部吃過，但只要錯過其中一個，都算是對自己不夠尊重。記得訂閱加點讚和快分享給你那些想去台灣旅遊的朋友，告訴他們這些食物都是必打卡的，也別忘了叫他們帶點手信給你。我們下期見。